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接住我，没有人可以理解我，我就这样一直跌，一路一直跌。我一方面责备我自己呢，然后我一方面每天都在问老天爷这个问题，我都这么努力了，你还要我怎么样？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我们今天穿同样的袜子，好酷！真的。大家好，我是 Hank。大家好，我是婷婷。我今天要来还债。还什么债？上次直播的时候答应说要聊一集内耗，然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这个前半辈子的内耗。OK， 我是完全属于内耗型人格的人。OK， 什么叫做内耗呢？我查了一下，我大概都中啊。譬如说什么？我看到有一个图，然后上面他说，经常处于悲观的情绪当中，给自己很多无形的压力，不管有没有发生的事，都会感到焦虑，容易被其他人影响情绪，过度解读其他人的意思，经常觉得累，提不起精神，自我否定，不相信自己，内心戏很多，脑袋停不下来。我大概除了经常觉得累，提不起精神以外，我其他都有。全中，几乎全中啊！就是以前几乎全中。那我是另外一种。你是哪一种？经常觉得累，提不起劲，有中，其他都没有。经常觉得累，你是睡太少吧？你在那边刚好反过来，其他你困羞羞哦。我是不会觉得累的人。OK， 我只要醒来，就是我睡很少就不会觉得累，对，我就不会觉得累，好可怕的，很恐怖。然后我有一阵子还不会觉得饿，这个也很可怕。对，有一阵子在工作很忙的时候，我完全没有觉得什么叫饿，那一阵子我也觉得我好像什么机能坏掉了什么之类的，就是脑子动的是过多。对，我就是脑子动的过多，就是这种东西很恐怖。那它只是，我觉得这个是稍微去定义一下什么是内耗型的人格。那我自己觉得所谓的内耗对我来说，我之前有聊过，就是自卑。你会过度的质疑你自己，但这个东西我现在回头去看，我会觉得挺正常的。OK， 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期，其实你是在自我认同的过程里面。OK， 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过程。我觉得那个是从小一定没有人去告诉我说，什么是你要建立你自己的自我认同。OK， 对不对？对，就是你是谁？对，你从哪里来？你要去哪里？小时候没有人去告诉我们这件事啊。是告诉你，你也听不懂吗？听不懂啊，你完全不会听得懂啊。小时候，我其实从国中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开始有那种内耗，很小的内耗。那个时候在想的是什么事情？我其实会把很多人的话都听进去。OK， 所有的批评都听进去，而我听最多的都是批评。譬如说什么？很多你坏孩子啊，什么什么你是坏小孩，对啊，不要把人家带坏之类的，或者是说，像以前父母都一定免不了一定会把你拿来跟别人比较嘛，对，所以你一定会有很多自我怀疑啊，你会觉得说，我有这么差吗？我是不是真的这么差？为什么要拿我去跟别人比？或者是因为我以前国中就不是很爱读书，那班上就有很多人很喜欢读书，那我每次考试都考那种倒数吧，几名的那一种，功课不是很好，然后我也会觉得说我很笨，我没有别人聪明，所以我小时候其实还蛮沉默的，就是不太敢讲话，或者是不太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意见等等之类的，因为你是处在一种很觉得自己很糟糕的、很烂的，就是比不上别人的。那你知道我小时候就有一种担忧，就是那我将来要怎么办？小时候就有了。我小时候就在想说，那我将来怎么办 ？OK， 因为以前就常觉得说，那我高中也要考啊，
对不对？那别人考都一定在拼那种什么北一女那一类的，前几志愿的，我根本就没办法嘛，对，简直是吃屎，根本就连想都不用想。但是我骨子里面有一种叛逆，我又没有办法被老师控制。对，那种被老师控制，就是以前小时候是你有去他们家补习，你得到的题库就特别多。有这个有，我们小时候有。对，可是后来我们家就很穷嘛，你要缴学费，你就会缴不出来啊。补习就是一个额外的费用啊，那缴不出来，然后我就后来就不想要给家里面太多的负担，我后来就没有去上学。我就没有去补习了，而且我觉得补习他也是拿题库给我，然后叫我照着题库这边做。对，补习其实那时候有一部分是在泄题了。对，然后对我来讲，那个东西我又一部分质疑它，可是那个时候整体的教育环境跟你身边的所有的人加起来，给你的感觉是，你根本就不能质疑它。你知道那个处在一种很错乱的一个状态里。对。后来，反正我高中就考得乱七八糟，然后我就跑去新店读了一个，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就读了一个就是佛教学校那种普通课。我到那个普通也是一样，你知道那个因为我数学很烂，然后我们老师对我来就是完全是放弃我了啊，他根本就觉得我就是一个没用的人，就是完全没有。以前有时候在学校，只要你不是很会考试，或者是功课不好，老师基本上不会花太多心力在你身上，完全不会啊。然后其实我几乎都是被嘲笑的啊，因为我的数学也很烂，然后我超讨厌读地理的，地理啊，以前地理要读中国哪里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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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哪里有产什么矿，对，有什么特产，我干嘛要知道这些东西？我就一直在想，就很烦。然后上历史课也是，就是你要背一堆死人的名字，对，以前历史都要背哦，背的很多。那我就觉得你为什么不讲故事给我听就算了？18多少年，然后记年份，对，蛮可怕的。我觉得那个时候学的东西，那我就是背不起来，我没有办法背书，我是只能用，因为我是影像思考的人，所以我每次背书其实我都是用拍照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的糟糕，超级无敌质疑自己，所以我就很恐惧我的将来。OK， 那个时候家里面有很多事，所以我就更害怕。那这个东西，你小时候其实是懵懵懂懂，所以我高中以后我就没有再继续升学，因为你也考不上。对，出去工作的时候，哇，那惊人，你什么都不懂，你也什么都不会，然后你根本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你要去哪里工作。但我一方面对自己的期望又很多，就是把自己放得很大嘛，那个我那个字，然后一方面又超级没有自信。你知道，在极度两端摆荡过大的时候，行为就会脱序。我就是那个行为脱序的人。超级无敌脱序的，就是你永远都会做一些看起来好像哇好厉害，但是其实超级无敌幼稚的事情。会让你非常的懊悔啊。然后在工作的场合，你还是会听到很多人批评你，这些东西你都一定会放在心里面。老板也会觉得说，哦，你这个做的不够好，你那个做的怎么样。在餐厅工作的时候啊，或者什么的，你就会把每一个人的批评放得超级大。然后当你把那些批评放得超级大的时候，你内心就会有一种反抗不服输。但是你又做不到该有的样子啊！那一段时间我真的是，我更不知道我自己是谁，完全的不知道。然后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因为我看起来好像会给别人一种感觉是我什么都不怕，所以主管啊或是老板有时候都会交代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我都会退缩，
完完全全的退缩，然后一边做一边会质疑自己。我就说了，这个极度两边摆荡的时候，这件事情绝对会被你搞砸，然后你一搞砸它的时候，你就会被批评，然后就更怀疑，然后你就更怀疑你自己，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完全的恶性循环。可是你明明心里面很想把它做好，可是你出来的行为就是脱序。那我完全不晓得我自己在做什么，完全的不知道。现在才有一个内耗的这个词出现，因为你一直质疑自己嘛。可是你在外的行为表现出来，又是你很有极度的自信。可是完全没有人知道，其实我极度的脆弱，完全没有人知道说我其实超级无敌没有自信。可是我就必须上去。一开始出去工作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很痛苦然后你每天去上班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很有自信，可是内心充满恐惧。OK。但是我的重点就是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啊，没人知道。对，内心小剧场一直不停的上演。对，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可是我又必须要撑在那个地方，因为你好强。我的本身的个性是这样，所以我极度的打架啊，极度的打架。后来又碰到我们家我爸出了很多的事，对外会有人跟我开玩笑说，哦，你爸黑道，你爸怎样，哦，你怎样，就是好像把你就觉得说你是黑道的女儿或是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当他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内心是很难受的，反抗的，我是伤心的，我是沮丧的，我是混乱的，我是没有办法面对这个局面的，我其实是 hold 不住的。没有人知道说我的内心长什么样子，没有人能够知道我面临什么样的状态，没有人看得出我的恐惧。就我每一天都在过这样的日子，每一天。所以我后来就，你知道我的行为就更失序，因为我太混乱了，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在干嘛，我是谁，我在哪里，我没有办法稳定我自己，所以我后来就酗酒啊。而且那个时候又碰到，就是反正就是感情也不顺，什么等等之类的，什么所有东西都不顺。你知道，当每一个人都说我是一个看起来很有自信的人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完全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的行为，我说话的方式跟我说话的样子，原来是给他们这样子的感受。我不懂。我那个时候其实一直在想办法寻找那个内心平稳的方法，那我不会找啊。因为不会有人教我啊，不知从何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办，完全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也有一阵子觉得是不是我不够努力，我不够好，所以我们家才会变成这样。我有一阵子也曾经这样想过，是不是我怎么样了，我们家就可以怎么样？这样。但我一方面又觉得我能力不足，我什么都做不到。会有深深的无力感，很深，所以我有曾经一个礼拜7天，我7天都喝醉。我让我自己置身在一个最危险的境况里面，就是我每天都喝酒，我每天都跟朋友出去，他们每一个人都光鲜亮丽的出去玩乐，然后好似我也在追求那样子的光鲜亮丽，好似我也置身在那样子的光鲜亮丽里面。可是我知道我不属于那个团体，可是我依然每天在那个团体里面依然。然后我记得我之前，因为他们都是就是会把自己打扮得很时尚，可是我并没有那么多时尚的衣服，所以我有曾经被嘲笑过，就是我穿不知道忘记哪一件外套出去，然后他们就说拜托，这么老的款式你也穿得出来，然后他们就集体嘲笑我。可是
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件衣服怎么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越自卑，我觉得我哪里都赶不上人家，我读书也没有别人读得好，我玩我也没有别人玩的那么的好，那么的精彩，那么的精彩。就是我什么都不行。就自我价值的丧失。我那时候已经几乎快要放弃我自己了。完全的快要放弃我自己了。所以我有一阵子在想，我怎么办呢？我要去哪里呢？我一方面希望我说服我自己不要去在意这些东西，但一方面我根本说服不了我自己，因为我每天都把我自己置身在一个那么危险的环境里面。我说的那个危险的环境是对我来说它很危险啊。不见得是那个环境真的很危险，是对你来说很，对我来说很危险，因为它会让我行为上更失序。因为我经常把我自己喝好醉哦。然后我经常性的去处在一个混乱的状态。我不仅仅是内耗，我觉得我也不珍惜我自己。我觉得就是我经常去做一些我其实不想做的事情，或者是根本上对我来说我自己觉得我不应该做的事情。我有好几年的时间，我重复循环反复的在消耗我自己，真的是到最后是把我自己完完全全耗尽，完全的耗尽，耗到那种我觉得我是近乎就是我再也爬不起来的那种状态。哎呦，等一下，需要卫生纸？不用，我忍住。哦，喝酒了，喝酒了。哦，眼泪没掉下来，厉害吧？你可以掉啊，你可以掉。不要！哇塞！我讲到哪？自己都忘了。经过这么多年，会想起来，还是会觉得很那个感觉的是，我心疼我自己。说真的，心疼。我心疼自己。那个时候，我觉得你帮我拿卫生纸了。为什么这觉得卫生纸看起来很重？我别拿一个大卷的给你。天哪，完蛋了！为什么完蛋了？我以为经过这许多年我 OK， 没想到。天哪，怎么会这样？可能是心疼啦，我觉得。你说那个感觉是心疼。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有曾经责备过我自己。就是你怎么这么智慧这么晚开啊？我有责备过我自己，就是如果我的智慧早开一些，可能状态不会那么糟。或者不用持续这么久。我是一直到去纽约以后。我坦白说，我去纽约的时候，我是逃跑的。就是用一种逃跑的状态到那儿去的。
当我自己一个人过生活的时候，我才慢慢让我自己沉淀下来。对我来说，那个状态会比较像是我之前讲过的那个，你炸开以后，你真的整个人的那个状态是已经炸到你 hold 都 hold 不住了，然后它就会慢慢的尘埃落定。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状态是属于那样，然后那个时候完全 Oh my God， 就是我形容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被炸得粉身碎骨的人。我慢慢的是去把我的碎片一片一片捡起来拼凑出来。我最记得那个时候在纽约，我常常会问很多人问题嘛，然后我想起有一个人告诉我一句话，那一句话大概是我开始拾起碎片的开始。我不是一去就开始一个人生活，我就开始做这件事情，其实不是，而是他告诉我说 You have to shape your own identity， 就是你必须要去形塑你自己的那个自我认同。对，你必须要这么做，身份认同。我才开始去思考说，哦，那我的自我认同是什么？那是什么？我是谁？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完全不知道。但我也因为这句话，我跌落一个更黑更深的深渊里面。这又是另外一个大洞。那个洞大到啊，好恐怖！我那个时候常常会写那个网志嘛。我朋友说，他每次看我写网志，他就觉得我忧郁症很严重。我现在回头去看，好像也是你看他们就觉得说我的状态就是很糟，很糟，很糟，确实很糟，因为我把24岁的过往的每一个画面翻出来看。我没有夸张，24岁以前，从小到大，我每一个烙在我脑海里面所有恐惧的画面，一个一个，一幕一幕翻出来，一幕一幕好好的去咀嚼。说真的，非常的恐怖，非常非常的恐怖。而且你又是记性那么好的人。对，因为我是影像思考的人，所以我把每一幕影像烙在我脑海里面的影像，我记得的全部都翻出来。这听起来好可怕。而且我说真的，我翻出来的东西都是会让我翻腾我情绪的。各式各样各种情绪都有，悲伤的、悔恨的、恐惧的、难过的，所有翻腾我情绪的所有的画面，我全部翻出来。你知道，一个画面有时候会打击我很重很重，而我又一个人，那个是好可怕的一个深渊。不管是别人伤害我的，还是我伤害我自己的，还是我自己造的孽的，我没有一个落下的，真的很恐怖。都把它拿出来，给它一个历史定位嘛。而且我那时候超级无敌变态，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你根本就不需要去想那些啊，你想那些做什么？只是造成你现在这样子的状态而已。你去想那些干嘛？你把它过去了就放下了？没有，我每一个都把它翻出来，好好看，然后再重新翻腾那些情绪。可是我记得我一个很好朋友跟我说，你们巨蟹座真的是很无聊。
把过去的回忆，人家回忆都是丢掉，你把过去的回忆烧成一片 DVD， 没事播出来看，烧成一片 DVD 的，对，这个烧成一片 DVD， 然后没事播出来看，这样这个还蛮好笑的。然后现在都没有东西可以放了，然后就一直不停的折磨自己，这样。然后就问我说：“你到底这样要干嘛啊？你是能折磨出一个什么花？对，一朵什么花吗？对，能怎样？对。”然后那个时候在翻腾这些影像过往的时候，我每一次说出来的东西都会是一种埋怨，埋怨啊，都是一种埋怨的东西，都是一种怨念啊，所以我的朋友都会说，哎，那个就不用想，过去就过去了，这样，你知道吗？我当下完全听不懂什么叫过去就过去了，你知道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是，我为什么要让他过去？他在我心里面就是没有过去啊，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东西在我心里面就是没有过去啊，你知道那个翻腾出来的东西，就是你一直搅那个春水，一直把它搅，把底下所有的淤泥全部搅出来，然后池子都混浊了，然后你也没有想要把那些淤泥捞起来的意思，然后你就一直不停的翻搅它，然后淤泥一直被你捞，一直被你翻搅出来，这样，然后越来越浑浊，所以旁边的人说啊，你现在怎样？这个池子现在这么浑浊，都是你弄的啊？你有打算要清干净吗？没有，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清。我就一直持续处在这种状态里面，不停的。所以我现在回过头去想，我必须要感谢那一年在我身边的朋友，因为他们都蛮辛苦的，他们就一直看你在那边拉，对，看我这边拉，超痛苦的，痛苦到一个爆炸。但你愿意去回溯你自己的人生跟那些或许暂且称它为不堪回首的过去啊，或者充满了各种情绪的过去，总是会有一个原因或是一个动力吧。你那个时候在想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让自己去面对这么多困难的，会引发你很多情绪的？因为老实说，有时候不要看相对容易一点吧。是啊，情绪会说不定会比较安稳一点。你为什么要回去看？没有为什么，我当时真的没有为什么。我朋友就形容说，你就爱看，爱折磨自己，你就没事就是很爱折磨自己。对，我说真的，我那个时候当下啊，我完全不知道我的目的地在哪里。不是为了某一个目的去前进，我就是为了那个人说的那一句话。对，然后我完全是土法炼钢就拿出来看，我就拿出来看 replay。但是我说真的，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这么做是不是就能够 shape my own identity。我根本就不知道，谁知道？而且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一类的书籍是可以观看的。说真的，而且我那个时候就算有，可能也不知道可以去看的，完全那个时候不流行这个东西，而且我那个时候也很少在看，是我那时候都在看小说，然后看最悲伤的电影。对，欧洲电影欧洲南法的，对，借由别人的故事更进而的来折磨我自己。对，所以我就一直沉浸在一个往下跌，一直往下跌。你知道那个时候伸手不见五指，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你没有完全，你不觉得有出口啊？然后我就一直往下钻。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说真的，你说我这样子就能够找到我自己的自我认同吗？我当时说真的，我也不确定。你说我在找自己吗？找自己是用这种方法吗？我谁知道啊？也没有书可以告诉我，也没有谁可以告诉我说这个方法就可以让你找到你自己。我只知道，那我就把所有的东西拿出来整理。整理。你有整理过家里吗？有，对不对？衣服拿出来折一折，所有的东西你一定都先拿出来，对，打乱了，然后再把它一定是很乱的该丢的丢，该留下的留下，对，留下之前还要看个两眼，先研究一下这个适不适合我接下来未来要穿上去的，对，就是这种方法，
也没有道理的哦。对啊，就是用这种方式啊。所以当时那个过程，你觉得很整齐吗？没有啊，你的过程一定是很混乱的，肯定就跟像原子弹打到对，整理家庭刚开始的时候一定是乱七八糟的，很恐怖，那个状态就是很恐怖。然后你也不晓得说这个你到底要不要。对，而且很容易分心的，就是整理这个到一半，然后看到一个某个东西就掉入某一个回忆。对，因为你，而且因为你到那个地方去，你还会有新的人际关系嘛，对不对？所以他又加进来，然后他又反正又加诸在你身上的另外一个，让你可以恐惧的，让你可以质疑的，都是什么的，就是这所有的一切，就是你根本就没糊嘛。尤其是如果很久没有整理的话，对，要一次拿出来整理是非常困难的。没错，对，没有错，跟打扫家里是一样的。没有错。你知道这件事情让我极度的，就是这个过程让我极度的痛苦。可是我当下好像那个神经是麻痹的，你知道吗？我一直往下钻，我每天都处在一种状态，可是我很像一具游魂。就是我好像没有，我不知道我的灵魂在哪里，我很像一具游魂这样，每天这样很浑浑噩噩，完全的沉浸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可是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我每天会做的事情只有去上课、下课、走路、坐车回家，开始看书、抽烟、看书、抽烟。好像没别的事干的，然后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在想自己的东西，然后就一直你知道写，一直写，然后就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好像一具游魂。我不知道我在干嘛。那一段日子好可怕。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想说，我不晓得我怎么好的。后来我在纽约待了2年多，后来回来台湾嘛。对，你觉得纽约对你来讲最大的，现在回头看对你来讲最大的刺激或者意义是？我坦白说，我觉得，因为那里绝大多数都是从世界各地来的人，都是外来人口嘛，都是外来人口，所以我跟他们一样。只是我们去的时间长短而已。但我说真的，每一个人在那个地方都在跟我做同样的事，自我认同。你知道，它是一个塑形的过程。我觉得不是说那个地方影响我很多，而是那里的人，我遇到的人给了我一些影响。可能他们的一句话，可能他们在那里过的生活，给了我一些影响，所以我自己会知道说，我会反刍我自己，我会去反思，那我呢？我是不是什么样的人，或是我是不是这样的人？那个日子是我想要过的吗？那个目标是我想要去的吗？都是每一个人的故事去让我反思这些东西。我回到台湾来以后，我就开始工作，就是我在那边，因为我钱也不够，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念到大学毕业回来。书也没念完，我书没有念完，因为我钱不够，所以我也只能念到大一，然后我就回来了。然后这是我另外一个遗憾吧，我想，就是你说书没念完吗？书没有念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应该是说，我到那儿去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其实不是不会读，只是台湾的方式不适合我。OK， 因为台湾是给你一个答案的那种方法，可是他们的教育方式是让你去思考的方式，那这个方式其实比较比较适合我自己，比较适合你了。对，比较适合我，因为我不会
我对于那种给答案的那个东西，我是很麻木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个答案啊。那不是我的答案。对啊，因为我根本就不晓得这个就是书上的正确答案，然后我没有感觉，所以它就是不适合我。可是我从小就活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会导致我更不知道就是我自己是谁，我到底在这里干嘛？我其实是你知道我完全不知道我在这里干嘛。更迷茫的啦。我在这是什么东西？完全你知道，丈二金刚是摸不着头绪的。你只是给我一个答案，这个东西，我一直觉得它是这个社会的框架需要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需要这个东西。所以我活得很迷惘，很迷惘，很迷惘。But anyway， 反正我后来回到台湾以后，也因为我学业没有完成，所以它是我心里面另外一个，不要说遗憾，我觉得那个是我的缺憾。因为它补不了嘛。那还可以再回去念啊。我很老了，我就有记忆。OK， 可能我更老。可以啊，这是补得起来的哦。OK， 然后因为我回来台湾工作以后，我觉得它也是我内耗的来源。对，因为我身边周遭的人，每一个人都学业都完成了，对，然后他们也都念到可能很高的学历之类的。我唯一能够在工作上有所表现的是我的能力，所以我对于这件事情又更在乎。我就会更内耗。所有每一个人对我的批评，我都很认真的看待。很认真。可是如果有人夸奖我的优点，我就把它丢到旁边去。OK， 批评很认真。我批评是很认真的。夸奖我没有在听，觉得没有没感觉。我没有，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听这些东西，我就听那些对我的批评。然后我心里面就开始内耗。OK， 然后我就花更多的力气，想要扳回那一城。不服输了。对，内心可能有一个不服输的一个概念。可是那个不服输就是一种恐惧。是，它就是一种恐惧。对，所以你会一直不停的，你知道，过度完美主义。不是说，并不是说我可以做的比别人好。对，只是不想输而已。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起始点很低，我的基期太低了。对，所以我必须要更努力。加倍努力。我一定不能输，不可以输，所以不可以被别人看不起。对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所以我不是怎么说呢？我觉得那种心情很可怕。非常非常的可怕。是某种程度上，你很清楚的知道说你的基期很低。那某一个程度上是你在攀一个你根本就不知道的高度。你根本就搞不清楚它的高度在哪里的那个高度。你懂那个意思吗？我懂，就好像攀了一个捷克的豌豆树，对，要往天上去，但你不知道这个树的尽头在哪里，不知道，然后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有没有能耐可以爬上去不知道自己有能力了，因为你完全没有基础是可以让你自己知道说你能不能。完全没有任何基础，因为我觉得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的基底在哪里啊，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能耐了，完全就不知道。你完全是你知道瞎攀不是靠着一口气往上爬。就是我觉得这是靠着一口气，真的就是不想要被人家看不起，我不想输，我不想输，而且我觉得我输不起。我有超多觉得我自己输不起的理由。可是那些东西都是你自己加诸在你自己身上过多的那个压力。那你当初为什么会觉得自己输不起了，或是不能输？
我当下真的懵懵懂懂，我只知道如果我现在有另外一个诠释 ，OK， 可是我当时在想的很模糊，我只是觉得说，我不想要让我的出生让我自己在这个社会没有办法站起来，我也不想要让我自己没有学历这件事情，让我在这个社会站不起来。OK， 就是这些，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可以理解啊。就是其实这些都是我没有自信的根源，完全没有自信的根源。然后跟我不会读书这件事情是我没有自信的根源。然后我小时候就觉得说我不会读书，是不是我就很笨？这些东西它都是给了我一个很不好的基础啊。所以我就觉得我的基期超级低的啊。然后我就要去攀爬一个我根本就搞不清楚我可不可以攀上去的一个高度。理解。这一集好累哦。那我觉得人总是会，就是因为有太多东西我们没办法选择，尤其包含家庭背景啊。家里有没有钱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最大的就是它不是我们自己选的，所以因为它不是我们自己选，但是它又刻在你的名字上面，是，然后你就必须要去挣脱这个刻在你名字上面的，譬如说穷酸味，譬如说总是会有一点，有些人是富贵刻在脸上。那这个刻在脸上的东西，就是你不管怎么样，你都会想要把它弄掉。觉得那不属于我，那不属于我。对，我总觉得那个就是一个你最终想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你自己的一个必经的过程。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但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到底可以弄到哪里去。说真的啦，有时候我们是不知道。我坦白说，我的基期是很低的，对。然后我常常形容我真的是徒手爬上来，我没有说我现在爬到哪里，不是，就是应该是说我在寻找自己的自我认同的这一条路，那个起始点其实是很低的，应该这样讲，因为我其实是我是比较混乱的人，应该说它并不是一个被祝福的开始了，用我的角度去诠释这个东西，是，对，它并不是一个受人祝福的开始，而且它也不是一个，你知道我当时所有的画面调出来，没有任何一个画面可以让我笑的，没有任何每一个画面都可以，每一个画面都可以让我流泪的，并不是愉快的。肯定，对，肯定。这一集为什么这么累？再喝一杯吧。我为什么要答应要聊内耗？这你自己说的啊，这怪不了别人。OK， 稳住。OK， 那你是怎么在这些？我问一些俗世的问题啊。你问？那你是怎么在这些看似不被祝福的起始点，一段混乱的过去，怎么从里面爬出来的？你做了什么？我29岁那一年啊，对，就是我回来台湾多久啊？忘了，2年多吧，3年。OK， 2年多一样，我又莫名的跌入一个更黑的深渊。就一个洞爬出来了，还有另外一个洞等着你。哇，那个深渊一跌进去，我差点以为我万劫不复。
下去就上不来了。你知道那个过程也是痛苦，因为那段时间我责备我自己，又不服输，又开始很大力的摆荡。你知道那个这样子缓慢的摆荡，你都不会出事。对。可是我就是很大力的摆荡，我的行为又脱序，然后最高等级的海盗船，差不多那个意思。所以我又跌入一个很无底的深渊里面，你知道，哇，那个又是很恐怖的一段时间，跟我当初在纽约的那有一年的时间是更甚的，又跌得更深的，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责备又加剧，为什么？是我又责备我自己的自以为啊，你以为你在纽约那一年，你整理好了什么，然后回到台湾来，回过头去看你回到台湾来的这一段时间，你根本没有比较好嘛，你根本就没有shape好你自己的 own identity， 你没有，你知道我是这样子在整理到一半，责骂我自己的那段时间，我一方面行为又脱序，然后一方面呢，我又觉得说我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要责备我？你完全不知道在干嘛。而且我身边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接住我，没有人可以理解我。我就这样一直跌，一路一直跌。等一下，对不起。我一方面责备我自己呢，然后我一方面又在想说，我已经这么努力了，我还要怎么样？一方面我就一直每天都在问老天爷这个问题，我都这么努力了，你还要我怎么样？我学校的功课不好，我学历不好，可是我很爱看书啊，所以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是我拼命的找书看，拼命的充实我自己，拼命的想要把我自己的层次拉起来。我在想，或许我的外在条件比不过谁，可是我必须让我的脑袋可以比得过谁。他一直处在这种比的状态，就是我想赢，可是我到底要赢谁呢？我不知道，就是完全是没有任何目标的。我只知道我要赢，我输不起。可是你干嘛？你输不起，你到底要跟谁比？你到底要赢谁？到底你完全不知道。然后那个时候，哇，那一年也是很恐怖。这个听起来蛮可怕，很恐怖。因为这个是一个没有敌人的战斗，完全没有敌人。这个听起来超可怕。因为有敌人还比较好，比如说，就算了，他游泳游得比你快，对，他游几秒，我跟他差几秒，那我们来努力一下。你有一个目标可以前进。各位观众，这一集真的很累啊！靠腰，有敌人，我觉得相对比较容易。真的。对，当你没有敌人的时候，这个进化的过程也是非常恐怖的。
那你觉得你的敌人会是你自己吗？我跟你说，这个是后面的事。所以我一直不理解这个道理。是，说真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只停留在一个，我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接住我。可是他的接你，可是他的那个接住，我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接住？对，我当时经常每天都去一个咖啡厅，对，然后就认识了一个咖啡厅的老板，对，我们后来变成很好的朋友，就洪明啊，洪明。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在纽约的时候是有一个朋友叫文杰，就是文杰接住我，所以我才可以从那个时候很不好的状态慢慢转好。啊，文杰是摄影师，然后回来台湾以后是洪明，我遇到洪明以后，我觉得他在我后期的时候有稍微接住我，可是我后来就遇到你了。其实我觉得后来最大那双手接住我的人是你，所以我之前我才会讲说，对我来说，爱是什么？是有一个人可以理解你的过去，跟理解我的过去，跟体谅我的现在，就是那个人。因为，sorry， No, it's okay， 好硬哦。It's okay。你记得我们有一次录一集节目，我们在聊那个自我和解，在楼下对录。那个时候你有一个症状，就是讲到很难过的事情，其实你会笑，对不对？对啊。然后我后来发现，你聊完那一集之后，你就再也没有干过这个事。对，很妙吧？因为我有调整，后来我有发现我会这样，所以我有一段时间也在调试这件事情。可是我刚刚说到那一段的时候，那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我很需要别人相信我，因为我质疑我自己的时间很长，太多了，所以像我这样内耗型的人要停止内耗，某种程度上我需要别人相信我，就是我没有需要很多人相信我，我只需要我身边的人，在我身边的一个两个，他们相信我。对我来说，文杰或是洪明或是你，不管我跟你们说什么，你们都相信我，所以会让我更放心的把我自己交给你们。在你们面前我无所畏惧，因为我没有什么可以隐瞒。当我更没有什么觉得我自己没有什么可以隐瞒，我无所畏惧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好好的更认识我自己。我知道原来这样的我有人相信，原来这样子的我是值得的，是值得被我朋友爱的，是值得被爱的。那些东西对我来说不是只是我的梦想而已，好像我幻想有一个人会爱我，其实不是。所以我觉得因为你们对我的相信，在我30岁以后的对我自己的那个 shape my own identity 是更有帮助的。我一样还是内耗，可是我慢慢的好很多很多了。就是我的内耗，每一个关卡都有一个意义，都有一个阶段，都有一个很
阶段性的它结束了，然后再踏入下一个阶段。我回过头去看，从我30岁以后的那些内耗，其实每一阶都是往上的，它并不是一直往下，或者是完全没有起色。不是，我有进步，我一直到2017还是2018的时候，我才完完全全的明白一件事：我这一辈子唯一的敌人只有我自己。这一路，我不知道我在跟谁 fight， 我以为我在跟这个社会 fight， 我一直以为我在跟这个环境 fight， 我一直以为我在跟我的原生家庭 fight，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在跟我自己 fight。我一直到17年、18年的时候，我才完完全全的明白，我这一辈子唯一的最大的敌人其实是我自己，不是任何人，不是我的原生家庭，不是这个社会，也不是这个环境，完全通通都不是，是我自己。我可以把我自己扶起来，我也可以把我自己毁了。我才知道我是有选择的。我每一次在节目上问别人的所有的问题，我都问过我自己：你这一辈子，你记得的别人对你最大的批评是什么？你这一辈子你最大的挫折是什么？你这一辈子你觉得你最在意的东西是什么？而你都不可得的东西是什么？这些东西我全部都问过我自己，一直不停的问，一直不停的问，一直不停的问。我有过非常多的答案，可是一直到最后，所有的一切，不管你有过多少的答案，最后的决定，最后的诠释都是你自己。有谁会替你诠释吗？有谁会给你最终的答案吗？当你这些所有的问题你都问自己问过一轮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替你诠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给你任何的答案，只有你自己。你爱怎么诠释你就怎么诠释，你这个实习你怎么诠释你就是什么心情，你这个实习怎么诠释你就怎么弱，就这样。所以我到17、18年那个时候，其实是我们经营行测到第2年、第3年的时候，我一败涂地。我觉得我又被这个市场打了一轮，我什么又不是了。我想要去攀爬那个很高的那一棵树，我又是土法炼钢的爬上去，然后那都是我的自以为。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想干嘛你就干嘛，你根本就攀爬不上去。因为这个市场所有人都在笑你，每一个人都在笑你，你太过于天真，你根本就蠢蛋，你根本就驴，你完全没有方法，你的想法就是错误的，过度理想化。所有的批评我还是都受，可是我那一年突然明白，这所有的一切都不重要，因为我最大的敌人是我自己。这一切的一切跟别人都没有关系。因为那一年我爸割腕自杀，我跟我弟坐在那个开刀房那个门口，长廊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我跟我弟坐在那儿。我说真的，我无语问苍天，我都想说shit，我都已经要40岁了，我怎么还在面对这一类的事呢？我怎么还没有能力解决这些事呢？我不知道我在干嘛啊。我们两个人就好安静的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那个长廊就你知道空无一人，电影里面的那种长镜头。对，
慢慢往前推，往后退，完全无语真的完全无语。我觉得那个也是那个事件也给我很多的反思。我其实一无是处。我那一年觉得我自己真的一无是处啊！我觉得我真的是没什么用处的人，就是那个时候的心情是这样啊。这一集怎么这么累？那你最近有觉得你比较有事处了吗？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很妙，就是我从理解到说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的敌人只有我自己以后，自从理解到这个事情，我自从理解到这件事情以后，我的心情不再是那样的颓呀。我没有那么丧，没有，挑战没有变少，挑战没有变少，然后客观条件并没有改变，完全没有。但是我现在给我自己的压力跟我给我自己的功课是，我要怎么样反馈给别人。就是我要怎么样依我过去走过的那一条路，我去告诉别人说，那一段路撑过去，其实后面路是你的。我知道那一段路撑过去的那个过程不容易，可是那是考验。你说这个不是为了要安慰他们？不是，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去告诉他们说，我知道那一条路很像天堂路。海军陆战队，对，就是要爬过去，要爬过去，然后你会浑身是伤，你会非常的疼痛，你会怨天怨地，你会质疑自己，你会质疑全世界任何一个人，你会质疑老天爷，你会质疑什么他妈的什么都会。可是给你一个就是你这一辈子来的那个考验，你 take it， 你爬过去，你能够拿得到，它就是你的。就是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去告诉现在还在深渊里面的那些人，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形容词，用什么样的画面去告诉你说，过了就可以了，这样。那一般不是用言语的形容，因为言语通常只能告诉你说，你一定会过的哦。然后呢，听完我还是回头看，我还是处在同样的深渊里面。对，我没有觉得那条路很容易，而且每一个人那一条路时间长短不知道啊，你根本就不会知道那一条路到底你必须爬多久，你根本就 never end， 真的好像你那条路完全没有尽头一样。可是你到一个点，你理解到这件事情以后，你的内耗是会让你加分的。你是慢慢的会不再让情绪驾驭你的，你会慢慢的知道你的思绪会回来了，你的情绪再也驾驭不了你的思绪，你的情绪跟你的思绪会有 balance， 你会慢慢的会让你的思绪去驾驭你的情绪，你依然还是有情绪，没有问题，可是它很快的就会让你的思绪驾驭了，所以你会知道说那个我现在应该要怎么样，到这里就可以了，我接下来应该要做什么，你会慢慢的成熟。这两个字很好，成熟。你会慢慢的成熟，这两个字很好。是，所以它就是一个过程。那些内耗，我说真的，我现在回头去看，我虽然翻搅的很用力，可是我也清的差不多了。因为我比别人还要早清楚嘛，就好像我在看这个《中年之路》这一本书，我就会知道说我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很早就面临了这些，很年轻的时候就在干这个事，对，因为我已经在很早的时候开始寻找我的自我认同，然后我要稳稳的把它架在那个地方，就是 shape my own identity， 就是我很早就在做这件事情，所以
我现在离我自己很近，我没有离我自己很远，因为我在每一次的翻搅，我都在把我自己拉得很近，跟我并不是去迎合这个世界，我也不会去迎合这个环境，因为我很清楚的知道说，我就是我，我能够做到的就这样，我不能够做到的就是那样。我会适度的让我自己知道说，我在攀爬的那个高度，必须要在我能力可及的范围之下，我去攀爬它。我不要过度的用力，我也不要过度的快速。我能爬到这儿，我很累了，我可以休息一下。然后如果有别人超越我，那就你先请 ，OK。用你自己的速度。然后我也不会去想说我要攀到哪里，不会。那最终你想要去哪里？我要攀爬，我就是慢慢爬，因为我就这棵树。对，那你想要去哪里？你可以形容你想要去的地方。我告诉你，我现在呢，我想要去的地方是我能去的地方。那你要去哪里？就是我能去的地方。你想要问的是什么？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呢？都可以啊。等一下。这一集好累。就你刚刚讲到形容你有很多的内耗，很多的自我折磨、自我怀疑。那最终的最终，这一切的一切，它必然指向某一个方向，就是譬如说你想要去到一个什么地方，你才要做这些事情嘛，不然你干嘛傻乎乎的去干这事情？我没有傻乎乎，你总是有一个想去的地方，那你怎么去形容你想去哪里？我现在的形容可能稍微有一些抽象啊。OK， 我相信我的过往的路没有白走。OK， 这是第一个假设的前提。不是假设，是我真的这么相信。OK， 我相信我过往的路没有白走。我觉得，如果说我是来体验的，每一关都有意义。OK， 这是你也相信？我相信，所以我没有强求。OK， 因为我每一关都有意义，所以我准备好接下来的体验。如果要遇到一个魔王，我准备好这一关一直打不过，我就继续打。我就继续打，反正我前几年跟你说，我说我突然明白什么是顺势而为。OK， 就是这样。我可能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我有希望，我有期盼，对，可是我并不强求。它并不是我必然的目标。OK， 它不是我必然的目标而是我都走到这儿了，对，我就顺着往下走。OK， 我不会再去想我要去做其他的事情了。是，就是我不会这么，我没有在分心。现在我眼前的这条路，我就顺着往下走。因为我知道我的相信会告诉我我要去哪里。是他带着你去哪里？是他带着我去哪里？不是像现在功利主义导向的路径，就是你必须要先设定一个目标，然后才可以达到。我的相信就是我的目标。所以你相信你自己吗？我现在很相信我自己。我说真的。你觉得从以前不相信你自己到现在相信你自己，你觉得你中间做了什么事情，让你可以真正的打从心里相信自己？杨绛有一句话，我其实觉得他说的很好：一辈子锻炼灵魂的人，你的信念必老而弥坚。我知道我的脑袋长什么样子，我是一个抽象思考的人，
而我呢，我觉得我的内耗其实不是内耗，我在锻炼我自己的灵魂。我在锻炼我的灵魂，为的是让我的信念能够老而弥坚。我相信的事情，就是我笃定的相信。不是道听途说，不是，而是我是经历了我生活上一关又一关的考验，而让我相信的。我可能过程我会质疑善良，可是我为什么仍然相信善良？在这个过程，我可能觉得功利主义会让我活下去，可是为什么我还是相信不要穷的只剩下钱？我们还有其他的可以相信。除了钱以外，我们有其他的东西是更能够让我珍惜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我成长的这个过程，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土法炼钢练起来的。所以我所有的这个内耗的过程，不是内耗，我在锻炼我自己的灵魂。所以我如果现在别人会觉得说我在内耗，我会去告诉别人，你不懂。我只是在反复的思辨，我是在锻炼我自己的灵魂，我是在兼顾我自己的信念，我是在让我自己走的每一步，我都踏踏实实的，我都抬头挺胸的。你想要萃取出一个全然属于你的你自己，是浓缩的。我说，如果这个 ship 这个 identity 是一辈子的事，我觉得我很美。我觉得我很美。我到老的时候，可能到我真的我要走的时候，我可以留给我的小孩是这个一些很美的东西。对，就是你在 shape 你的 identity 的时候，到最后你很美。虽然有可能看起来有点胖，但还是很美。烦死了。我都没喝，你自己把我的这个，你把酒都喝完了。不是因为今天都听你在讲我，所以我就很认真的。然后我呢？那我还倒给你这么多，倒回来一点给我。不是我很 enjoy 这个过程啊，这个蛮不错的。